是让你们知道，跟你们讲有左右可以动步，是让你们知道它后面的过程是什么。哎，万一我真的这次坐飞机摔飞机了呢？什么？啊？哎呀，我不在乎这个了。就是说，我如果不跟你们讲，你们可能认为啊，这个推太极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是跟你们讲，它不只是这个样子，它后面还有很多进阶，但是不是要你们现在练，因为你没有体会到力量，你不要动，晓得吗？你如果还是用手在做，你都是在用这个手在做这些东西的话，你没有动的理由嘛？你没有动的理由嘛？因为你没有产生出你的动作当中没有产生出一个带动的力量。你是用你自己的肢体在做这个动作，你没有产生出一个动态的力量来。所以练拳，你为什么动？你怎么样动？你先要感觉到那个让你动的那个动能啊。没有动能，你没有动能，你凭什么动？听不懂？没有动能，你的动都是用什么？都是用局部在动，跟你要发挥功能的那个力量是没有关系的。看不懂？很简单，你们去看溜冰的，你看溜冰的怎么动嘛？它一定要产生一个动能嘛。那它底下所有的动作都是什么？都是根据那个动能产生出来的变化嘛，是吧？他溜冰，他不可能说我自己手脚动，我就可以跑，我就可以姿势的变化，不可能的，那是很丑的，而且也不可能那样做。所以他都是，你看他们在做动作都要做一个快速的滑动，产生出一个动能来，然后他利用这个动能去做他姿态的变化。我们练武也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动能啊，你的姿势，我说嘛，力量在动作的前面嘛，你要先有一个力量，它才带动你的身体动嘛。那你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力量？因为我要攻击或者防御，我都需要这个力量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是这个力量先嘛，是不是？我肢体在乱动，我没有产生出这个攻击或防御需要的力量，我这个动是白动啊，没有意义啊，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我很有力，我就这样打，行吗？可以啊，你打不会拳的人可以啊，那你就是什么？现在一般的拳是1、2、1、2、1、2嘛，就是这样子嘛。那就看比看谁有力，谁的1、2快嘛。这种东西是武术很早期发展的东西的，在中国武术来讲，那种观念、那种东西是很粗浅的。后来不是这个样子了。后来中国武术的发展不是这个样子了，中国武术发现到更省力的、更有效的方式了，已经脱离那个很久了。听不懂？所以才会有这种东西嘛，才会有式子，才会有筋的发现，才会有一个张力的表现，才会有没有动以前它有一个势就存在了，产生一个势了。这个势是什么？这个势就是将动未动的那个力量，这个东西透出身体，它才带动你的身体跟招式的行动，而不是我们的身体去产生这个力量，不是的。你去看所有高级的东西嘛，你去看跳芭蕾舞的，你去看电上运动的，奥运那个电上运动，他要做变化，他是不是要跑一段，然后啪跳起来做很多的运动，是不是这样子？现在新武术也是学那个啊，他要做一些运动也是先要跑啊，从这个脚跑到中间，啪才利用这个冲力做嘛。
他们利用的这个力量比较粗，它不是身体里面产生出来的，它是由身体的自己快速移动。它在跑的这个阶段，它用的是什么力量？用的它的身体的局部力量。然后它做动作的时候是利用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冲力，延续的这个力量来做它的动作。听不懂？所以前面这一段你跑的怎么样，它不会有加分扣分呢、你看做那个电上运动或双杠的，有的跑的真丑啊，有这样跑的，有这样跑得很丑啊，可是那个都不评分。它是看你力量冲力出来以后，你做出来的那些利用这个冲力做出来的动作，它评分的是那个。看不懂？所以他那个东西，他那个冲力出来以后，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了。他可以利用，他不可以控制了。武术不是，武术这个力量是从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个势的力量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晓得吗？可是观念还是这样子啊，我的肢体的活动是根据这个力量而产生出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肢体产生出来一个力量。能听懂吗？这很重要，因为这跟现在流行的那些练拳或者打斗或者什么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虽然有很多都是利用那个，你看那个 Capoeira， 是不是他们的动作？他是不是利用这个？他的动作都是利用这种在这个上面来做他的变化啊，听不懂？哦，有很多很有经验的 MMA 的选手，他也有体会到这个东西，他们会发展出一些，比方讲旋身啊，这边踢过来，这边啪，这边一个走啊，是不是这个踢下来，这边起来啊，这边再起来，这种力量，熟练的斗士，他们都会利用。可是这个还是什么？这个还是跟那个电上运动，跟我讲的那个双杠啊，这些利用一个冲力来做出他的动作，还是一样，他们跟那个是一样的。而那些动作比较粗，当那个力量出来的时候，他无法控制。听不懂？中国武术不是，中国武术是发现到这个，后面就是我们怎么跟它配合，我们怎么来利用它，做最大限度的利用。所以内家拳后来在研究的，一直在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啊。他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做势嘛，叫做势，晓得吗？练武的大学问就在这个势。我讲过嘛，世间所有的只要是物理世界，其实星球也是一样嘛。星球的那个动也是在一个势的引导下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所有的动态，大自然的所有的动态都是什么？都是根据一个势在动。真正的自然演变，自然的力量都是根据一个势在动，而不是它自己产生的。一个树要长大，不是它每天在蹬地说我要长高，我要长高，我要长高，它就长高了，不是嘛？它有长高的势嘛？是不是这样子？没有那个势的时候，它就长不高。没有太阳光的引导，没有风的吹，给它的压力，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周边的这些东西，它就长不高嘛。
这样不懂？所以中国武术到后来，它会走向自然，它走向自然。为什么到后来说以武入道？为什么以武可以入道？你如果是这种1-2-1-2的，你入不了道。不是像日本那个，我又练剑道，我又练打坐，就是以武入道啊，哪那么简单？它没有合啊。你练的东西跟你要入道的那个东西，它没有合起来啊，它不是相合的东西啊，你不可能以这个入道啊，是不是？如果你吃饭长高，那你要吃的饭是适合你长高才行啊，跟你的身体合一啊，是不是？那你吃的东西，你吃树叶，你吃沙子，或者你吃让你拉肚子的东西，你不会长高啊，晓得吗？所以我们练的东西会引导我们入道，这个东西叫做以武入道。我练的东西不会引导我入道，我另外拿一个东西来，我希望它可以入道，这不对的，这不对的，晓得吗？啊，所以我们这个要搞清楚。所以现在什么都可以入道，茶艺入道。哦，我在喝茶，我在做的时候，我静心下来，我静心下来，然后我烹水，我倒茶，我做一些细微动作。为什么你这可以入道？你所有的都是人为的做啊，你所有的都是人为的做啊，他为什么会入道？听不懂？道是什么？道是自然啊，你不是自然啊，你所有的都不是自然啊，都是你头脑里面想出来的。那些仪轨那些东西，那怎么可能入道嘛？听不懂？所以中国武术讲以武入道，是因为他走到这个地步了，他体悟到这个了，拿我们的身体这个训练跟他相合，我怎么样跟他相合，体会那个自然之力，让我自己变得自然，没有自我的控制，所以他才可以以这个来入道。听不懂？好，好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道法自然啊，你不自然，你不可能入道，你不知道什么是自然，晓得吗？你不知道什么是自然。我刚才讲的那个处理当下的问题，那个是自然。当下是什么，我就处理当下。你又想到过去，又想到将来，这是人的思维，这就不是自然。自然没有那个东西。听不懂？一朵花开的时候，它不会想到它要谢，我开我就开到很漂亮，我就开，要谢就谢嘛。他不会因为怕会谢，所以他不开。听不懂？所以要彻底了解这个，要把中国武术往深度练，一定要了解这个，为什么他可以以武入道？不是你又练拳又打坐，又去念佛，不是。你练的东西跟他不合，你头脑里的东西跟他不合，是不是？因为你练那些东西，你的头脑的思维，你就是那个。跟习惯用肌力的人，他练太极拳，他不可能懂得，为什么？因为他的思维就是用他的肌力，他不肯放弃他的自己的强，自己练那么久产生出来的这个肌肉的那个强度，那个优势，他不肯放。
你那个东西不肯放，你就不可能体会到柔，不可能体会到弱。听不懂？你不可能头脑里想着要把别人推倒，你又可以了解太极拳的那个松柔跟弱，你不可能的，头脑里面不对。听不懂？啊，所以才用身来练，身让你一直放松，让你放松，让你体会到松的好处，跟松带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你慢慢头脑相信了，慢慢头脑相信了，你才可以真正的松下来，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练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真正的这些所谓的内家拳，你才可以进入它，否则不行的。不行的，听不懂？今天跟你们讲这些啊，比较什么？比较严厉啊。那你们自己选择，因为停留在力量的阶段也没什么错，他也可以混得很好，你也可以会有你的成就。是不是？可是你如果要真正了解到我讲的这些内家拳，中国为什么会武术发展到这个境界？为什么他说可以以武入道？你如果要了解这个，你就必须选择这个路，听不懂？这是你们自己选择。好，来。